最近马来西亚网红在中国旅游当众骂人那个事儿，大伙儿应该都听说吧？我看那个视频呢，也是非常生气。说实话啊，这其实不关马来西亚什么事啊。正所谓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几位一看就知道是在故意的制造对立。那现在呢，他的行为已经被中马两国的网友狠狠的给痛骂了，连他自己国家的网友都直呼丢人呀。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群小丑啊。事情的起因呢，是在国内某个热门景区，大伙儿呢都在规规矩矩的排队等车，结果队伍里啊突然冒出来了几位马来西亚来的女性网红。好家伙，这几位一上场，那个戏演的叫一个抓马呀！他们全程用手死死的捂住口鼻，一边翻着白眼儿，一边用马来语在队伍里大声嚷嚷，言语中充满了轻佻。Busuknya, kau nggak sebut mandi ya? Kita mandi tuh ribu-ribu. Yang mandi ni adalah suruh orang mandi. Kencing tembok Selek-selek dan tisu je. Peace. Oh my god. Can you imagine 啊？他们估计想着视频往外网一发，搭配这种争议的台词剪辑一下，还不得狠狠赚波流量啊！结果这段视频刚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各路大神把这个马来语给逐字逐句的翻译成了大白话，直接传回了中马两国的网络。这一传开啊，马蜂窝可就被捅大了呀！这几位本想靠恶心别人赚流量的奇葩网红，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直接引爆了一场跨国舆论大围剿。连他们大马本国的网友都反手给他们按在地上摩擦，直呼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各位千万别低估了某些人为了流量能有多下作啊！那参考这几天爆出来的料啊，这群人的不文明行为可是贯穿了他们整个中国之行，在多个公共场所的表现只能用蛮横无理、缺乏教养8个字来形容。第一，就是在景区排队等车的时候啊，他们当众捂鼻子出言羞辱围观路人，刻意挑衅。而且呢，他们可不是随机拍摄啊，他们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专门挑那个景区里面的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近距离的偷拍，不经过任何人允许，私自录制路人的画面。那为什么挑老人和孩子啊？因为这帮网红深知欺负弱势群体制造冲突，在外网上最容易制造爆点，博取热度。还有第二啊，如果说嘴碎呢是素质问题，那动手就是人品问题了啊！在排队乘公共交通的时候，这几个人态度恶劣，在队伍里肆意推搡身边的当地人，动作是极其的粗鲁呀！在景区那个台阶上险些将一位年迈的老人当场推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礼了呀，这是严重的扰乱公共秩序，甚至危害到了他人的人身安全。那还有第三，不仅在景区作妖，日常出行他们也是处处挑刺儿。在网上约车的时候，他们在车里面偷偷录像，偷拍网约车司机，私下用马来语疯狂吐槽司机身上有味道。坐火车出行的时候，又刻意发视频吐槽火车上的中国乘客太过吵闹，到处散播负面评价。甚至在网上打车的时候，公然在订单备注和评论里嫌弃司机臭。各位听听这分明是带着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偏见，刻意找茬，恶意炒作呀！ Sejuk malah nak mandi, nampang ke tu tau. Mandinya pakai deodoran. Dah pakailah deodoran. Aduh. Kau kena beli tau deodoran laki aku. Busuk. Busuk. 我不要，我不知道。Dia bawa kau balik rumah dia kau tahu. Ai ni 不是因为你的梦。对呀。Aku sini je. Nasib baik dia. Weh, nasib baik dia tak busuk Dia tak busuk. Dia wangi. Dia tak busuk. Kalau yang tadi tu busuk. Hai. Hello.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他们明明是来旅游的，却用恶意抹黑和人身羞辱，把一场普通的旅行变成了一场惹人反感的低俗负面闹剧，所作所为既失礼又离谱。
更让人觉得荒谬的是这些网红用来嘲讽中国人的理由，在科学和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的，纯属无脑的双标抹黑啊！咱们先说常识你说大夏天的景区里人员密集的，动辄排队几小时，在那种环境里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新陈代谢，这身上会出现轻微的汗味，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去美国的迪士尼，法国的艾维昂，甚至去大马自个儿的吉隆坡景区，夏天排队，谁身上不出汗啊？这跟讲不讲卫生、洗不洗澡有半毛钱关系吗？那反过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熟悉生物学的朋友都知道，全世界在体味这件事上，东亚人种，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由于这个基因的原因大汗腺不发达，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没有先天体味的群体。那反观东南亚或者欧美地区的人群因为那个气候和人种原因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天生体味呢都比中国人重。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和欧美的超市里整面墙卖的都是香水啦、香体喷雾、止汗露和除臭剂。他们日常出门必须借助这些化学产品把自个儿身上的先天味道给遮盖住。那这就奇了怪了，一个自身可能存在先天体味问题的人，跑到全世界天生体味最轻的中国来，指着一帮普通游客喊：“你们好臭！”大姐，你分得清什么是大汗味，什么是先天体味吗？这种双标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如果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他们顶多算是几个没脑子的糊涂网红。可是接下来这群人的操作，才真正叫人见识到了什么叫人不要脸，天下无敌。随着这个视频在网上持续发酵，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舆论压力，这几位涉事女网红不仅没有半点作为成年人该有的愧疚和悔改之心，反而是态度强硬，倒打一耙他们居然公开发了一份声明，在声明里把中马两国网友的合理批评和事实讨论污蔑成对他们的恶意诽谤和虚假造谣，声称大众的评论严重损害他们作为网红的个人名声。为了压制网络上的正义声音他们甚至在网上宣称已经联系了律师和相关部门，准备对所有转发评论这件事的网友追究法律责任。好家伙，靠着别人听不懂外语肆意羞辱中国游客、推搡老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想起法律和底线现在被曝光了，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了，开始拍着桌子要找律师告网友了。这种用极端方式掩盖自己错误的嘴脸，是非不分，态度蛮横，只会让大众对他们愈发反感。更让人恶心的是这件事在网上闹大之后，还招来了一只苍蝇拉偏架。新加坡某联合早报也跑出来横插一脚，那这家媒体平日里那叫一个道貌岸然天天在自个儿的国内要求大伙尊重新加坡多元文化，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涉嫌地域、族群对立和调侃的言论，否则大刑伺候。可面对这次大马网红公然侮辱中国老百姓的事件，这家外媒却瞬间把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吃了。在他们的报道里刻意回避只字不提这几个女网红偷拍路人、出言辱人、恶意炒作的核心错误反而片面放大这几个人所谓的个人感受，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给这种失德行为疯狂洗白，甚至在文章里暗戳戳的批评那些发声维权的网友，刻意挑拨中马民间的矛盾这就叫标准的刻进骨子里的双标和狭隘。有些外媒平日里满嘴的仁义道德一碰到跟中国有关的话题就恨不得拿个放大镜找政治正确。只可惜互联网有记忆，群众的眼睛更是雪亮的，你们这套拉偏架的垃圾报道，除了自砸招牌，糊弄不了任何人。不过在看这桩恶心事的整个过程中有一点最让我感到欣慰的，那就是明辨是非的马来西亚网友占了绝大多数在这件事上大马的主流网民展现出极高的文明素养他们并没有因为那几个涉事网红是自己的同胞就去盲目的偏袒，反而是第一个站出来，在评论区里大义灭亲，主动发声指正错误。无数大马网友直言不讳的在推特和推文下面怒斥这几个网红的行为太过粗鲁丢人，不仅个人素质低下，还连累了所有马来西亚的游客，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那更有许多大马的理智网友还自发的跑到了中国网友的评论区里，真诚的向中国民众道歉。他们明确的表示，这几个极端网红的恶劣行径完全不能代表马来西亚普通民众的真实态度。国内的网友看到这些留言，大家心气也顺了，大伙就普遍认为，出门旅游最基本最底线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那靠着别人听不懂外语就肆意侮辱，这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完全违背了文明出游的底线啊！大家也知道，近几年中马两国的文旅交流那叫一个火热。那自从互相免签之后两国民间往来频繁且友好，游客互访量持续暴增。中方一直拿出最大的诚意不断优化增加入境政策，丰富旅游服务，尽全力给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游人提供便利，创造舒适的游玩环境。我们是敞开大门拿出的是大国的包容与善意。但这善意绝不意味着能被少数毫无底线的网红当成博眼球、赚黑心流量的工具。文明人从来不看国籍，这几个网红在大马国内同样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目前综合全网的舆论来看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呀。旅行的真正的意义是去感受不同地域的人文风情，去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带着自以为是的偏见和傲慢，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故意挑事儿、恶意碰瓷儿的。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身处异国他乡都该守住最基本的文明底线，尊重当地的民众，尊重当地的文化，这才是跨境旅行最起码的入场券。那几位叫嚣着要告网友的奇葩，如果你们至今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那中马两国网友给你们上这堂国际网课，希望你们能刻骨铭心。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次再见。